而今天的最后一场压轴演讲，我们邀请到的是资策会洪春辉产业情报研究所所长，来与我们分享全球电动车市场发展与半导体关键议题。我们掌声欢迎洪所长。好，各位产业界的先进，各位朋友好，大家午安，下午好。那我想非常荣幸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特别谢谢主办单位哈，那让我去年来讲一次哈，那今年呢继续来 update 哈，那我们对这个市场对这个产业的一些观察啊，那么。我想今天我们特别非常高兴啊，其实前面已经听到许多的讲者，那对整个汽车电子，我想特别理事长一开始就提到哈，那汽车电子特别是智慧化、电动化啊这样子一个趋势，其实带来了对半导体产业有非常大的新的契机啊。那我们确实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大概会从几个面向哈，那特别我想我很简单的3个重点哈。第一个，我们确实看到汽车的市场因为电动化、因为智慧化带来了量的改变。好，那我们待会儿一开始会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的情况，特别是汽车、电动车还有智慧车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同时，其实它不但带来了量的改变，也带来了质的改变呢。那特别是我们看到的车子啊，其实越来越不一样，包括像刚刚我想义隆店也让我们看见哈，那个车子里面的内涵，好，那这里面包括前面几位讲者都提到哈，那个车子越来越不一样。那刚刚黄理事长也提到那个车子里面这些 AI 这些智慧化的这些含量，其实都已经跟过去不同。那更重要的事情啊，我想我们是一个产业研究机构哈，所以我们更多的我们看见的事情是这个市场竞争啊，产业竞争的局势啊也在改变啊。那我们看到的是过去台湾在这个汽车相关的领域啊，那这个扮演的角色在未来也会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变化，所以我想我从这3个角度啊，来跟各位做进一步的说明啊。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的车子的市场的变化哈。那我想在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团队啊，我们的同仁搜集了最近这个汽车市场的一个数字啊。那我想这个数字也不意外，刚刚包括前面几位讲者也都提到，甚至是我想在 SEMICON 期间哈，那你在其他的论坛，我相信也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啊，也就是在过去 COVID 的这个 pandemic 的期间呢，那么大部分这个整个供应链是陷入一片混乱。好，那我们大概在去年的上半年前年哈，大家都还在讨论缺货啊、缺料啊哈，那这一些的问题。但是到现在呢，当然那段时间这些缺货缺料的问题也冲击了我们看到的汽车的市场。各位可以看到，不管是疫情的影响、缺料的影响，2020到2022年，好，那特别在2020年，整体全球汽车市场剩下7000多万台，但是到现在慢慢回升到8000多万台。那我刚刚前面的讲者也提到哈，在未来有机会哈，会慢慢回到9000多到1亿台的水准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汽车市场的量，那逐渐的在恢复啊。那当然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啊。那我们讲的是广义的电动车哈，那个 XEV 哈，这广义的电动车的市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回升哈。本来有点担心哈，那这个数字上来讲会有一些因为总体经济的环境啊，有一些这个迟缓减缓的现象啊。不过我们团队啊也把正面因素、负面因素也都罗列出来，各位可以看见。那么，其实对于电动车的市场来说，其实政策上面的驱动仍然带有很大的一个助力啊。那我想，刚刚 William 也做过调查了嘛，哈。那大家现在到底多少人开电动车？毫无疑问啊，各位那个
台湾的这个比重看起来跟全球差不多哈，那我们看到在全球这个广义电动车的这个渗透率大概是在1%出头哈，1%多。那但是呢，各位看到在这些政策的带动的情况底下，那包括未来这些基础环境，包括电动桩啊等等的设置的情况底下，它的这个数量会持续的，这个渗透率会持续的成长哦。那以我们搜集到的这些资讯来看的话，到2025年啊，也就是在明年后年啊，就有机会去挑战到2%的渗透率啊。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带动之下哈，其实我们看到电动车确实哈会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议题。当然，它也有一些负面因素哈。那但是这里面的一些负面因素，当然我们认为最大的因素还是总体环境。好，那目前总体经济的环境啊，我想很多的经济学者都在讨论哈。那我听过好几次的演讲哈，他们告诉我说，今年就不要讨论了哈，就不要讨论今年到底是怎么样哈。那大概今年不会太好。但是呢，大家普遍的是认为，希望明年可以回升哈。那当然，明年回升还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那只是说，在这里面来看，我们认为电动车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哈。那当然，这里面各位就看见说，我们把各个国家别做一个拆解的话，那各位会发现说，在目前哈，那中国大陆仍然是全世界来看电动车的占比最高的国家。啊，那么在今年这个新出的电动车里面，各位可以看见哈，很大一部分在中国，那其次在欧洲，在美国。那这里面来讲的话，它的渗透率哈，那各位也可以看见，那么中国仍然也是最高的哈。那么只是说在未来哈，我们看见的是包括欧洲，包括在美国。那么在一些政策的带动情况底下哈，那电动车的比率哈有机会是稳定而且持续的增加。那这里面当然我想这个是给各位做参考。那目前来看，我想在我们前面所提到哈，在全球电动车的一个占比哈，以数字上来看，大概是14到15% 这样子的一个渗透率。那这里面我们的团队也整理了一下。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牌商，那毫无疑问啊，各位刚刚前面看到这个品牌的排名啊，在电动车的里面，既然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好，那里面当然中国的业者当然在里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好，那包括像比亚迪、吉利还有奇瑞汽车等等。那但是呢？美系的这些车厂，德系的车厂仍然也在这里面有这个稳定的表现。我们认为说，这个是在未来哈，在量里面哈，我们看见这个电动车的市场的排名哈，那确实跟我们传统的燃油车哈，已经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变化。那这是电动车的部分哈。那接下来也跟各位报告，我们在观察除了电动的这个驾驶电动车的一些因素之外，电动化的因素之外，另外一个是 autonomous driving 啊，这个自驾车的这个变化也刚刚包括叶龙店所提到的哈。那现在我们可以看见自驾的这一个发展哈。那 L1 几乎上是这个应该这样讲哈，你现在这个包括台湾的消费者，如果要去买新车啊，那你说要去买一个不含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先进驾驶辅助 ADAS 系统的，那这个车子恐怕会很难卖，除非它是非常非常便宜。那一般的基本上的国民车大概都含有 ADAS 一定程度的 ADAS 系统，那基本上大概都到了 Level 2啊，所以各位可以看见这里面哈，那 Level 2大概会是现在的主流。而且呢，这个比重、这个成长的速度，包括我们看到的 CAGR 哈，这个年复合成长率，都在相当高的一个水准啊。那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其实我们在过去一直在讨论，那 Level 3呢？那 Level 1到 Level 2其实一段时间了哈。我自己在疫情前买了一台这个 T 公司的车子哈。那这个上面其实就有 Level 2了。那其实要问大家的问题是，现在你在路面上看到市面上的新车，基本上都有 Level 2 or Level 2 Plus， 但怎么没有 Level 3呢？那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讲法是，它会从 Level 3直接到 Level 4，
好，为什么没有 Level 3？哈，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哈，这里面太复杂了。原因是因为到 Level 3的时候，到底是车厂要负多少的责任？好，这里面的自驾程度到这个时候呢，哪些责任是车厂要负的，哪些责任是驾驶者要负的？这里面非常不容易理清。啊，在这些其实我们听过很多的业者告诉我们，这个技术上来说 ，Level 3其实已经是可以做到。那我们也看到有车厂推出 Level 3的车型，但是实在上是不多。好，那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对整个自驾的进程其实是不悲观的哈。我们认为在未来各国自驾车的一个，我们观察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发展自驾车的一个重点。那目前各位可以看见到2025年来说，陆续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跳过 Level 3开始进到 Level 4 或 Level 5这样子的一个几率其实是高的陆陆续续我们会看到有这一些车厂有一些这一类的这个 Level 3到 Level 5的这些技术会开始在路上跑那当然我们可以看见美国是相对 aggressive 相对积极那这个当然是题外话那各位可以看见在2023年这个共享的自驾车也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像Uber 那大概都有这样子的自驾车在路上开始跑不过当然这灾难也就发生在当他们都宕机的时候就造成了交通的瘫痪跟混乱那这正如刚刚这个前一位讲者所说的那个没有 best 只有 better 我们持续追求更加的优化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自驾车的一个重点。那正如前面讲者也提到，那往 Level 5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是 sensor。那这些 sensor 的这个量 sensor 的值其实都会持续的提升那因为刚我觉得谢谢主办单位让我讲最后一个 section 了那我的好处就是同前所述前面所讲的我一概都同意都一概都认同那么这个各位就看到其实我们收集的市场资料市场资讯跟其他的这个先进看的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当我们到越多的这个越高程度的自驾化的时候，那么里面所需要的 sensor， 而且这个 sensor 的 fusion 那其实确实是越来越多。那这里面需要的含量，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不只是值的改变，这个量的改变，值的改变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其实在许多今天这段时间 SEMI 的这个 conference 也都可以看到，那么对 sensor 的这个重要性在未来是持续的会提升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跟各位很快的 overview 看一下市场的议题那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些事情对半导体有什么意义？那这一些不管是 sensor 的提升，这些自驾的提升，对我们半导体产业来说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首先我想这个也是许多人都提到那我们都知道半导体的市场在今年，刚刚已经提到总体环境不好了嘛，今年半导体市场当然也不会好那但是好像大家也不会觉得说今年半导体市场不好，以后就不会好。大家的始终的问题都是一直存在，说今年不好，所以大家一直在想，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好？是明年的上半年，还是明年的下半年，还是 somewhere in between？所以大家在始终思考的，其实是我们看见半导体的市场始终是 promising 的。不过我们可能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既然长期的半导体市场是 promising， 包括像刚刚 TI 说有这么 aggressive 的这个 capex 要开始持续的扩张，那我要问的问题是，到底成长的动力在哪里？各位觉得是手机吗？是笔电吗？还是什么？当然很多人会说 AI， 但是 AI 其实它是一个技术，它应用在非常多的领域。那所以我们如果把半导体的这一些应用的领域拆解开来看的话，毫无疑问，它主要的成长动能会来自于汽车跟 industrial 工业相关的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应用。我们并不是说传统的通讯、运算、computing 的应用会消失，它不会消失。那包括刚刚提到这种AI 在 server， 不只是在 server， 包括 edge 端在局端的这些应用，也都会持续的带动。所以这一些的成长仍然存在，但是真正最大的动力来自于车
跟来自于工业，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这也是我们看到后面会提到台湾的半导体的业者，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在车的布局是非常的积极的。那这里面当然我们也看见，因为这个电动车的比率持续的增加，那么这个半导体在这里面的组成，除了量的增加之外，组成也开始改变。好，刚刚包括提到有这么多 autonomous driving 这些智慧车、自驾车 ADAS 这些的元素进来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里面除了传统的车用半导体之外，新的这些 logic 的晶片，新的这一些这个不是传统的 MCU， 甚至是 NVIDIA 等等这一些高阶运算的晶片，其实也陆陆续续开始在这个车的领域可以看见。也就是如果我们看右半边的这一个图，在新兴的这个整车厂里面，它所运用到的晶片，如果我们以制程别来看的话，先进制程这个所占的比重，其实已经有相当大的比例，有许多的先进制程开始用在车子里面。而这里面当然也不是只用这些传统的半导体晶片，传统的晶片，车用晶片还是存在。那这里面我想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个，我们 update 一下产业的状况哈。那我们看到的是过去几年供应链的混乱慢慢的恢复秩序我们右半边的这个图也跟各位报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车用半导体基本上没有太多太明显的缺货的问题，但是真正缺货的地方是出在于这个高功率相关的晶片功率用的这些晶片目前来讲恐怕还是相对有吃紧的状况。但是在其他的部分我们目前来看大部分是处在一个供需均衡的一个情景里面但是这里面我们可能要谈到另外一个议题不是半导体的这个值或是组成的改变，另外一个议题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产业竞争的改变那各位，我想过去其实整个车用半导体的生态里面，在我们的观察其实有大部分的车用半导体，是时间快到了，所以他提醒我好，那在车用半导体的领域里面其实大部分的这一个过去传统的车厂大部分是偏左半边，也就是我们这些 IDM 大厂包括有一些是我们今天的朋友的讲者的公司，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过去的这个时候，其实我这样讲好了，在过去我们我跟我的团队大概是15年前吧，开始投入半导体的研究，车子汽车领域的研究，那时候还叫 telematics。当我们在做那个时候的研究，其实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非原本车用供应链的业者，包括当时想进去的 ICT 业者，非常难进入。那碰到的状况就是常常不得其门而入。我就问过其中一个业者，问他说：“你怎么联络到那个车厂？你猜他们是怎么联络车厂的？打电话到车厂的总机去。”再由总机进行转接。那我说你最后找到他们了吗？他说没有，转了老半天电话就不见了。各位可以知道，汽车产业过去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供应链，因为它强调的是安全，而强调的安全的供应链里面，它不会轻易的去换供应商，包括半导体相关的供应商。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大概还有70-80% 左右的这些半导体、车用半导体，其实是落在 IDM 业者的手上。但是右半边这些新的业者陆陆续续出来，包括因为做了 AI， 因为需要有更大的 computing power， 有更多的 memory， 那这里面有新的业者开始陆陆续续的加入，而这里面其实也改变了，因为电动化、智慧化，改变了现在产业的形貌。怎么说呢？因为各位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为什么现在起来的那么快，电动车起来的那么快？因为他不把车子当车子的产业在经营。他的车子，很多人一直在 argue 说，未来的电动车、智慧车会更像是一个手机装了4个轮子在地上跑。那
就算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因为车子大家还是在乎生命安全，可是呢，这个时候在汽车的研发、汽车的制造，包括他们在应用半导体的这个速度其实是加快的。他们跟前面的这一些半导体业者合作研发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因为半导体这些先进制程的帮助，或是这些 IC 设计业者的帮助，其实他们更多的去 engage 了这一些半导体的厂商，去加速他们的研发速度。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产业生态的改变。这页给各位参考，其实讲白话就是一句：整车厂更积极的在跟半导体业者进行直接的合作。无论是之前缺货的因素，或是未来为了加快 ADAS 这些智慧车的这个发展，或是加快电动车的发展，其实我们的半导体的制造厂、设计公司在整个汽车供应链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看到的是车厂越来越重视。我个人亲身体验，就是在疫情期间，竟然有日本的车厂，这我在很多地方讲过，岳阳请我跟他们谈什么？谈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所以各位可以发现，这个国际上的这些车厂对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对其实不止台湾，对世界的半导体的业者的重视程度是越来越高啊。而且呢，各位可以看见，他们为了加快他们的研发的速度，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在硬体上去做改变，很多时候是在软体上。各位可以看见，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骑 Gogoro 哈。刚刚是问有没有人开电动车，我骑 Gogoro 哈。那各位知道 Gogoro 其实它的这个里面很多功能的更新提升，是透过 over the air， 透过软体方式的更新。当然我们都知道 Tesla 是这样子，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车子用这样子的方式进行，甚至走到右边，他把这些 data 演算法、算力这些事情都已经预先的放在车子里面，可以随时做更新。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观察到某些车厂未来的规划是想要把一些算力更多的、更大的算力是预先放在车子里面。那这有什么好处呢？也许他现在是需要用到的只有2个 TOPS， 但是呢，在它的算力里面，它预先放了10，或是放了20。将来在它更新的时候，不管是在算法上、数据上做更新，在软体上做更新的时候，它就有更新的空间。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见这个形态上的改变，而更重要的事情是竞争也改变了。在未来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发现那么除了传统的这些半导体的供应商之外，我们看见新的原本包括像义隆电过去是在做 PC 相关的领域或消费性电子领域的这样子的 IC 的业者，其实也都进来参与在半导体在汽车相关的领域，无论是电动车或是智慧车。那当然我们这边列举出来的是国际上的一些大厂，一些 ICT 的半导体的大厂，其实正积极的进来。而他们进来的角度是什么？他们有算力，他们有好的这一个生态系的资源，有好的整体的解决方案。那但是呢，原来的车用半导体的领导厂商，其实也仍然的从我们看到的左上方的象限向右边来移动。好，那这个移动的原因我们可以看见，它过去其实在这供应链里面，但是现在呢，开始透过感测器，透过其他的方式去突破这一些算力的天花板，也要抢攻智慧车这一块的领域。所以这二者其实呢，从不同的角度，一个拥有高运算力、高的生态系的资源，另一个部分传统的这些车用半导体厂商呢，则是他们在对整个车规、对整个车的环境、对整个车的供应链的了解，那么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优势。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半导体厂商，无论是 IC 设计，或是晶圆代工、封装与测试，甚至是次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厂商，其实
都很积极的进到这个供应链里面。我想这边是给各位做参考哈。那如果我们有漏了你们公司的名字没有放在那边的话，请会后找我们的同事哈，我们一定会尽快把它加上去哈。但我们的重点是，其实台湾其实正如 Echo 刚刚龚主委所提的，台湾 can help。那么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产业领域里面，不管是从韧性的供应链体系，不管是从技术的研发、产品的发展，甚至呢是让整个这个汽车的体系更健全，在路上跑的汽车更安全、更舒适，有更多新兴的应用。我们认为台湾在这里面其实是具有高度的准备程度，可以跟各位业者、跟各国的业者一起来合作。所以我想很快的这 conclusion 给各位做参考。但事实上，总归一句话，我们认为在这个 SEMICON 这么重要的展会期间，我想我们把目前整体的趋势跟台湾业者的状况，跟各位做进一步的 update。那期待我们在未来看到更多台湾业者在这个里面有跟全球的这些供应链的伙伴，大家有更好的合作。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谢谢洪所长为我们带来这么深度的分析。